披萨，这个让无数人垂涎欲滴的美食，从意大利的窑炉中诞生，到今天几乎征服了全球每一个角落的餐桌。它不仅是一块面团搭配奶酪、酱料和配料的组合，更是一段关于文化、历史和创新的奇妙旅程。提到披萨，有人想到的是那热腾腾的拉丝奶酪和酥脆的饼底，也有人因为它的高热量而望而却步。但无论你是披萨的死忠粉，还是偶尔尝鲜的食客，披萨的魅力绝非简单的一句话可以概括。它的诞生、演变、全球化以及那些奇奇怪怪的冷知识，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一番。那么，带上你的味蕾，让我们从披萨的起源开始，一同踏上这段神奇的美食之旅吧。关于披萨的起源，很多人都知道它来自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但其实类似的面饼类食物早在古埃及、希腊和罗马时期就已经存在。古埃及人喜欢在烤制的面饼上撒上香料，罗马人则会在面饼上加上一些橄榄油和芝士，类似于原始披萨的雏形。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披萨是在18世纪末的那不勒斯街头诞生的。那时候，贫苦的那不勒斯人需要一种方便又廉价的食物，而面饼搭配番茄酱和简单的配料便成为他们的日常餐食。直到1889年，玛格丽特王后到访那不勒斯，厨师拉斐尔·艾斯波西托为他制作了一款以番茄、莫扎里拉奶酪和罗勒叶为主要配料的披萨。这款披萨的红、白、绿三色恰好与意大利国旗相呼应。王后品尝后赞不绝口，这款披萨便被命名为玛格丽特披萨，从此流传开来，成为披萨界的经典之作。可以说，没有王后的这顿午餐，披萨或许不会有今天的全球地位。所以，披萨之所以能走红，多少还带着一点贵族的加持。披萨从意大利起家，却在美国真正大放异彩。19世纪末，大批意大利移民将披萨带到了美国，最初主要局限于意大利社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披萨开始走向大众市场。二战期间，驻扎在意大利的美国士兵品尝到了披萨，回国后念念不忘，掀起了一场披萨热潮。1943年，芝加哥诞生了著名的深盘披萨，它有着厚实的饼底，像馅饼一样填满了番茄酱、奶酪和肉类，分量十足。而纽约风格的披萨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饼底薄而脆，可以折叠起来，一手抓着吃，简单粗暴又不失风味。此后，必胜客、达美乐等披萨连锁品牌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将披萨的美味带到了世界各地。从此，披萨成了国际美食界的头号明星，成为快餐文化的代表之一。有趣的是，每个国家都对披萨进行了本土化改造，让这道源于意大利的美食充满了异国风味。在日本，你能看到铺满鱿鱼、海鲜甚至芥末酱的披萨；印度则用咖喱酱和香料鸡肉赋予披萨浓郁的印度风情；而在瑞典，香蕉和咖喱粉的组合则让人难以置信地被端上了桌。墨西哥则喜欢在披萨上铺满辣椒和肉酱，让披萨有了浓郁的拉美气息。至于夏威夷披萨，那更是让全球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菠萝大战。到底菠萝该不该出现在披萨上？这场争论持续了几十年，到今天依然没有答案。总之，披萨就像一个世界级的画布，每个国家都在它上面留下了自己的风格。除了丰富多彩的口味和地域差异，披萨还有很多有趣的冷知识。比如，你可能不知道，世界上最大的披萨直径超过 1.3 公里，由意大利团队制作，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而世界上最贵的披萨，则是那款售价高达$12,000的路易13披萨，它使用了高级鱼子酱、龙虾和罕见食材，堪称披萨界的奢侈品。更有趣的是，披萨甚至飞上了太空。2017年，俄罗斯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上制作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份太空披萨。虽然失重状态下的披萨看起来有点漂浮，但那拉丝的奶酪和饼底的香气依旧让宇航员们感到满足。
还有个问题你一定想过，为什么披萨是圆的，盒子却是方的？其实原因很简单，方形盒子更容易生产和堆叠，而圆形的披萨受热更均匀，口感更好，这也是科技与美食结合的最佳例证。如今，披萨已经从一种简单的街头小吃演变成了一种文化符号，它象征着分享、自由和创造力。无论是在纽约的大街小巷，还是在东京的高级餐厅，你都能找到形形色色的披萨。它简单到可以用一张面饼和几样配料快速搞定，也复杂到能成为一门精致的厨艺。正是这种百搭的特性，让披萨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食物之一。然而，这个让人垂涎欲滴的食物也并非没有缺陷。我们不得不聊一聊吃披萨的好处与坏处。首先，披萨并非全然是垃圾食品，它的主要配料中有许多健康元素。番茄酱富含番茄红素，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对心血管健康非常有益。奶酪提供了钙质和蛋白质，帮助骨骼健康生长。而如果你选择那些配料丰富的披萨，比如加了蘑菇、彩椒、菠菜等蔬菜的品种，它还能提供维生素、膳食纤维和矿物质，算得上一顿营养均衡的餐食。但坏处也同样显而易见，大多数商业披萨的饼底是精致碳水化合物，吃多了容易导致血糖快速上升，长期下来不利于体重控制。此外，披萨上的奶酪和腊肠等加工肉类往往含有大量饱和脂肪和钠，容易引发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所以吃披萨也需要智慧，选择薄底、多蔬菜、少奶酪的品种，并注意适量食用，才是既享受美味又保持健康的好办法。当我们聊到披萨时，它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朋友聚会还是独自加班，点一份披萨总能让人感到满足和快乐。它简单、快捷，吃起来毫无负担，又能带来丰富的口感和味觉享受。从意大利的窑炉到美国的快餐连锁店，再到如今各个国家五花八门的创意口味，披萨的魅力正在全球持续蔓延。而我们也应该学会以更加健康、理智的态度去享受这份美味，让披萨成为我们生活中一道美丽的风景，而不是健康的绊脚石。接着聊一聊披萨背后的一些商业化秘密，以及为什么它能够成功席卷全球市场。披萨的流行与快餐文化密不可分，特别是在20世纪中后期，全球经济开始腾飞，城市化进程加速，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对食物的需求逐渐从吃饱向吃好、吃快转变。在这样的背景下，披萨凭借其便捷性和适应性迅速蹿红。尤其在美国，像必胜客、达美乐这样的连锁品牌充分利用了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标准化了披萨的制作流程，不仅降低了成本，还大大提高了效率，让披萨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送到每一位消费者手中。更妙的是，这些品牌还玩转了广告营销。必胜客曾推出一句口号：你打电话，我们送披萨，开创了外送服务的先河。而达美乐则以30分钟内必送到，否则免费的承诺成为行业的颠覆者。在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光是打个电话就能吃到披萨，这样的便利几乎让人无法抗拒。说到这里，你或许还不知道，披萨的外送服务甚至改变了现代物流业。外卖披萨需要保持温度和口感，因此保温袋和送餐箱应运而生。这些设计看似简单，但却极大提高了食品运输的质量和效率。今天，无论是披萨还是其他外卖食物，我们都要感谢这些不起眼的小发明。如果披萨是美食界的国王，那么外卖箱就是他忠诚的骑士，默默守护着那份热腾腾的幸福。当然，披萨之所以成为全球通吃的美食，还离不开它海纳百川的包容性。无论你是素食主义者、无麸质饮食者，还是狂热的肉食爱好者，披萨都能满足你的需求。
商家们甚至开始迎合不同群体的口味，比如推出纯素奶酪、全麦饼底以及减糖番茄酱等健康选项，让那些在意健康和身材的人也可以放心享用。这种包容性让披萨从一开始的简单面饼，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可以被自由创造的艺术品。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每个国家都在这块画布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现在让我们来聊一聊披萨与人类情感之间的奇妙关系。你有没有发现，披萨几乎总是在快乐的场合出现？生日派对、周末聚餐、看球赛的夜晚、公司加班的深夜，一大盒披萨放在那里，人们的心情都会瞬间被点燃。披萨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一种分享的快乐。当你拉起那根拉丝的奶酪递给身旁的朋友时，仿佛也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而披萨这种可以一块一块分的特点，天然的适合分享，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被照顾的温暖。在某种意义上，披萨不仅仅是一种食物，它更像是一种情感的纽带，帮助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微妙的平衡。不过，有时候披萨也会带来烦恼，比如当最后一块披萨还剩在那里时，谁来吃呢？这时场面通常会陷入一种尴尬的沉默，有人出于礼貌假装不在意，有人则偷偷观察其他人的动向。于是为了避免这种尴尬，最后一块披萨的困境也被经济学家们作为一种有趣的社会现象进行了研究，甚至被用来分析人类的行为决策。谁能想到，一块简单的披萨居然能牵扯出如此复杂的社会学问题呢？接着我们来谈谈披萨与健康之间那若即若离的关系。我们前面提到过，披萨的主要问题在于热量和脂肪含量。商业披萨为了迎合大众口味，往往使用大量的奶酪、加工肉类和高热量的酱料，这使得一块披萨的卡路里可能轻松超过300大卡，而一整盒12寸的披萨，热量更是高达2000-3000大卡，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一天所需的总热量。再加上碳酸饮料和薯条这样的最佳拍档，不长胖简直是天方夜谭。因此，有些人一边享受披萨的美味，一边又不得不面对体重增加的困扰。但换个角度看，披萨并非一无是处。正如前文提到的，番茄酱中富含番茄红素，有助于抗氧化和保护心血管健康。奶酪提供优质蛋白质和钙，蔬菜则是维生素和纤维的重要来源。所以，聪明的选择披萨很重要。比如，你可以选择薄底披萨，减少碳水化合物摄入，多加蔬菜，少放加工肉类，奶酪适量，不要过度拉丝，最后搭配一杯健康的饮料，比如无糖气泡水或绿茶，这样既能享受披萨的美味，又不用担心热量超标。总之，披萨就像生活中的很多事物一样，关键在于适度2字。披萨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那就是它的制作过程往往充满了仪式感。如果你曾亲手制作过披萨，你就会明白其中的乐趣。从揉面开始，你需要用双手将面团拉伸成完美的圆形，然后涂上一层均匀的番茄酱，撒上奶酪，最后铺上自己喜欢的配料，比如火腿、蘑菇、青椒或者洋葱。接着把它放进烤箱，看着奶酪慢慢融化，气泡泛起，饼底逐渐变得金黄酥脆，那种期待感简直让人欲罢不能。等到披萨出炉的那一刻，厨房里弥漫着香气，而你所付出的每一分努力都在这块披萨上得到了回报。这种 DIY 披萨的乐趣让很多人爱上了烹饪，也让披萨成为了一种可以拉近家庭关系的亲子活动。作为一种全球化的美食，披萨不仅反映了不同地区的饮食文化，也见证了人类社会的交流与融合。从意大利的传统玛格丽特披萨，到美国的深盘芝加哥风格，再到日本的海鲜披萨和墨西哥的辣味披萨，披萨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它告诉我们，美食是没有国界的，真正美味的食物
能够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让人们在味蕾的碰撞中找到共鸣。可见，披萨不仅仅是一块面饼，它是历史的见证者，是文化的传播者，是情感的纽带，更是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美食代表。我们或许会因为健康问题偶尔对它产生顾虑，但只要适度享用，它依然是生活中不可多得的小确幸。下一次，当你拉起那根长长的奶酪时，请记住，这不仅仅是一块披萨，它更是一段美味与文化交织的故事。